周成把一张生产费用 AA 预算表拍在桌子上，我一把夺过，当着他和他妈的面撕得粉碎，并把纸屑狠狠甩在周成脸上，纸屑漫天飞舞。我红着眼眶瞪他，怀孕都要 AA 制，你行你上，怀孕你来。妈，林婉她怀了。老公周成的声音把医院走廊的目光全吸引过来。婆婆高兴地拍大腿，就是怀了以后开销大。周成立马转头看向我，从今天起，怀孕费用必须 AA。我险些以为自己听错了，周成却很肯定地点头。刚刚的检查费437.5元，你转一半给我，218.75元。我攥着 B 超单的手僵住了。走廊里几个等检查的孕妇齐刷刷看过来，路过的一个大姐嗤笑一声：“老婆怀孕都要 AA， 你算什么男人？”婆婆立马挡到前面，手一挥：“我家媳妇跟你们这些捞女不一样，她可是新时代女性，独立自强。”那大姐被噎得翻了个白眼，拉着老公走了。我盯着周成，我要是不同意 AA 呢？周成脸上的笑收了，嘴角往下一压，他往前逼了一步：“不同意 AA， 你就全出。林婉，你认清点现实，这胎可是你备孕3年才怀上的，你要是闹脾气打掉，这辈子都别想当妈妈。”我气得发抖，婆婆拍拍我胳膊，语气倒是温和：“婉婉啊，妈不是那种不讲理的人，但你想想，程一个人挣钱也不容易，你们小两口分担一下，不丢人。”我把 B 超单翻过来看了一眼，上面写着孕期周。再抬起头，我冷笑：“行，那我孕吐请了5天假，扣了1200的工资，这个谁分担？那是你自己身体的问题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”婆婆赶紧拉我：“婉婉别在医院吵，让人看笑话。”我甩开她的手：“你儿子当着一走廊的人跟我要 AA 的时候，你怎么不怕人看笑话？”婆婆的脸僵了一瞬。周成把手机推到我面前，转账页面已经填好了，218.75，一分不差，给不给？我低头看着那个数字，看了很久，然后掏出手机，打开录音键，再转换页面，转。我点了确认。周成收到到账提示，这才对嘛，夫妻之间就该讲究公平。他转身去拿车钥匙，婆婆跟在后面，两个人有说有笑。我站在走廊里没动，旁边一个护士跟同事八卦，头一回见老公跟怀孕的老婆 AA 挂号费的。走出医院大门的时候，周成在前面招手让我快点。我上了副驾驶，他发动车子，突然想起什么似的，扭头冲我笑了一下。对了，回去路上顺便去趟超市买点叶酸和钙片。我说好。他又补了一句：小票记得拍照，回头咱俩平摊。超市里，周成推着购物车，我跟在后面。他在保健品货架前站住，拿起一瓶叶酸翻到背面看价格，这个68，行，拿一瓶。又拿了一瓶钙片，这个89也行。我说孕妇奶粉也得买。他走到奶粉区，拿起一罐看了一眼价签，又放回去了，298一罐，喝不了几天，没必要。我说医生建议补充营养。他拿起旁边一罐便宜的，这个128，成分差不多，就这个吧。我没说话，他已经扔进车里了。结账的时候，收银员报了总价。周成站在旁边没动，我看了他一眼，他也看了我一眼。AA 吗？你先付，回头我转你一半。我刷了卡，到家把东西放好，坐在沙发上等他转账。他在书房打了半小时游戏，我走过去敲门，142.5块5，转一下。他摘下耳机，皱着眉看我：至于吗？催这么急？你在医院催我的时候可没觉得不至于。他盯着我看了2秒，掏出手机发了142.5块5，一分不差。我截了图。晚上婆婆打来视频电话，周成把东西一样样举给她看，婆婆在那头念叨：叶酸买1瓶够了，钙片前3个月不用吃，奶粉更是浪费钱。周成连连点头，妈说的对，下次少买点。我坐在旁边，婆婆突然看向我：婉婉啊，怀孕前3个月不稳当，你可别乱花钱，省着点。我笑了一下：妈，那您觉得怀孕应该花多少钱合适？婆婆想了想，我那时候一共也没花几百块，现在的年轻人就是太娇气。周成在旁边帮腔，就是咱们理性消费，别被那些母婴博主带节奏。我没再说话。视频挂了以后，我去厨房倒水，走过玄关的时候，看见周成的运动鞋柜里多了一双新鞋，我拿起来翻了一下，鞋底的标签还没撕，1299。我放回到卧室，打开手机备忘录开始记账。第二天早上，我被一阵恶心逼醒的，冲进卫生间，趴在马桶边干呕了5分钟，什么都吐不出来。周成在卧室喊了一声：吐完了没？顺便把早饭做了。我扶着洗手台站起来，嘴里全是酸水味，走到厨房，打开冰箱，煎了3个鸡蛋，热了2杯牛奶，切了几片面包，端上桌的时候又是一阵反胃。我扶着椅背缓了好一会儿。周成坐下来就吃，嚼着鸡蛋含含糊糊说了句：今天下午有个产检项目要预约，你记得去缴费。我说你去不行吗？他筷子一顿：我下午开会，你又不上班，在家也没事，顺路去一趟。吃完饭他拎包就走了，碗筷搁在桌上，鸡蛋壳还扔在盘边。我收拾完桌子又吐了一轮。下午我一个人去了医院做检查，费用单上写着320，我拍了照发给周成，配了一句320，你转160。他过了20分钟才回，收到，晚上转。晚上我等到10点，
还是没收到。我走到书房门口，他还在打游戏。我敲了敲门框，他摘下一只耳机，干嘛？160。哦，忘了。他单手操作手机发了过来。我看了一眼到账时间，22:07分。隔天我照常被孕吐叫醒，这次吐出来的全是胆汁，酸的嗓子疼。厨房那边传来周成的声音：林婉，今天早饭吃什么？我扶着墙走出去。你自己不会做？他靠在料理台边刷手机，抬眼看了我一下。你脸色这么差，那随便弄点就行，煮个粥呗。我走到灶台前，油烟机的味道一窜上来，胃又开始翻。我扶着台面弯下腰，干呕了2声。周成在后面说：你要吐就去卫生间吐，别对着锅。我直起身，关了火。周成，我现在闻到油烟就吐，我做不了饭。那中午呢？晚上呢？总不能顿顿叫外卖吧？你做。他笑了。我做？我哪会做饭啊？不会可以学。他脸上的笑没了。林婉，你怀个孕就不做饭了？我妈怀我的时候照样上班做家务，也没见她这么矫情。我把围裙从挂钩上摘下来，塞到她手里。那你打电话问问你妈，她愿不愿意来做？她把围裙往台面上一扔。你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是，我吐得站不住，你让我做饭，你是看不见还是不想看见？她盯着我，最后甩出一句：你怀孕是你自己的身体反应，又不是我让你吐的，凭什么我得做饭？这句话落在厨房里，油烟机的嗡嗡声都显得安静了。我转身回了卧室，拿起手机点开外卖，只点了1个人的量。你就点你自己的。那我吃什么？不知道，你自己的身体反应，你自己解决。他站在门口，脸涨得通红。外卖送到的时候，他还站在厨房里翻冰箱。我坐在餐桌前，把粥一口口喝完。他翻出一包方便面，摔在台面上，拆包装的时候把调料撒了一桌。婆婆的电话又来了，周成接起来，第一句就是告状：妈，林婉现在饭也不做了，就给她自己点外卖。什么？怀个孕就不做饭了？我当年怀你的时候，地里的活都没停过。手机开着外放，他的每个字我都听得清清楚楚。我放下筷子，冲着手机方向说了一句：妈，那您来做吧，我把厨房让给您。电话那头安静了2秒，婆婆干咳了一声：我这不是远吗？婉婉，你别太娇气，女人怀孕哪有那么金贵？我端起碗走回卧室，把门关上了。中午我从冰箱拿了排骨准备炖汤，孕期得补，这个我认。汤炖了1个半小时，满屋子香味。婆婆正好视频打过来，看见锅里的汤，高兴得很。哎呀，婉婉还是会过日子的。周成端着碗凑过来，掀开锅盖就要盛，我把锅盖按住了。这是我炖的，我的食材，我的时间。他手僵在半空，跟早上一模一样的姿势。林婉，你有病吧？一锅汤你也分？你不是说 AA 吗？排骨38，配料12，燃气费算2块，一共52。你要喝，转我26。他把碗往台面上一顿。你故意的是不是？我学你的。婉婉，一家人喝个汤还要算账，你这是什么做派？妈，上次您说的新时代女性要独立自强，我这不是独立给您看吗？婆婆被噎住了，张了张嘴没接上话。周成绕过我，自己掀开锅盖盛了一碗。我没拦他，但我拿出手机，当着他的面拍了一张他端着汤的照片，存进备忘录。备注：10月15日，排骨汤，未经同意取用，应付26元，未付。晚上，周成坐在沙发上看手机，冰箱里的水果是我下午洗好的。他起身去拿葡萄，我从沙发上开口：那是我洗的，葡萄也是我买的。他的手又缩回去了，站在冰箱前，回头看我，表情很复杂。林婉，你到底想怎样？我把最后一颗葡萄塞进嘴里，慢慢嚼完才回答：不是我先把婚姻变成账本的。周成，你想 AA， 我配合；想公平，我奉陪。但你别只在花我钱的时候讲 AA， 占我便宜的时候讲一家人。他站在那里，一句话都没说出来。这是结婚2年以来，他第一次在我面前接不上话。又过了2天，周成变了个策略，他不跟我吵了，但也不转账了。冰箱上那张分摊表，他没再碰过。早餐各吃各的，午饭他在公司解决，晚饭他要么点外卖，要么随便对付。表面上像是个过个的，但我知道他在等我先撑不住。第3天晚上，他回来的比平时早。进门的时候手里拎着一袋水果，橙子和苹果，搁在茶几上。给你买的，孕妇多吃水果好。我看了一眼袋子，没动。多少钱？不用 AA， 我请你的。语气里带着一种我很熟悉的东西，让步的姿态。但我见过太多次了，每次吵完架他都是这样，买点东西，说句软话，然后一切照旧。我拿了一个橙子，坐在沙发上慢慢剥。林婉，你最近是不是太敏感了？我手里的橙子半停在半空，我就是想让咱们的财务更清楚，你怎么搞得像我欺负你一样？我把橙子放下，你在医院走廊跟我要218块7毛5的时候，不叫欺负，那是 AA， 不是一回事。那你给你妈每个月赚3000块的时候，跟我商量了吗？他脸色变了，那是孝敬我妈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的钱孝敬你妈天经地义，我怀你的孩子就得跟你 AA， 是这个意思。他站起来，声音拔高了，你别什么都往一块扯。我也站起来，是你先扯的。周成，从我怀孕第1天起，你就在算账。行，那我也算。你每个月给你妈3000，一年36000。我怀孕以来，你分摊给我的费用，加上我承担的家务折算，我倒贴了多少？
你要不要看？他愣住了。我从手机里调出备忘录，把记录一条条翻给他看。他越看脸越沉，看到最后，他把手机推回来。你记这些干什么？你不是喜欢明细吗？他盯着我看了好几秒，然后说了一句让我彻底冷下来的话：林婉，你现在怀着孩子，别闹到没法收场。我把手机收回口袋。你这句话的意思是我怀着孩子，所以不敢跟你翻脸？他没否认。我笑了一下。周成，孩子不是你拿来卡我的筹码。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，被手机铃声打断了。是婆婆的电话。她接起来走进书房，门带上了，但隔着门我听见婆婆的声音从话筒里露出来：你把她的孕检单发群里了没有？亲戚们都等着看呢。我站在门外，手慢慢攥紧了。周成家的亲戚群，我翻到最新消息，果然我的 B 超单孕检报告被周成原图发了上去，群里炸了锅，恭喜恭喜，周家有后了。婉婉身体怎么样？各方面条件好不好？我看这个 HCG 值还行，但孕酮有点低啊，要注意。一群我见过不到3次面的亲戚在讨论我的隐私，我截了图存好。第二天一早，婆婆打来视频电话，笑眯眯的：婉婉啊，大姑和二婶都说恭喜呢，你看大家多关心你。我端着杯子坐在餐桌前，声音很平：妈，我的孕检报告谁让发到群里的？婆婆愣了一下，这不是喜事吗？让亲戚们知道一下，我的身体数据是我的隐私。婆婆笑容收了一点，哎呀，一家人有什么隐私不隐私的？周成从卧室出来，插了一句：发个报告而已，至于吗？我打开手机，翻到群里那些消息，一条条念给他听。你二婶说我孕酮低，让我赶紧保胎。你大姑说她当年 HCG 比我高，暗示我体质不行。还有你表嫂问我是不是之前流过产，我念一条，周成的脸就沉1分。这就是你说的关心？婆婆在手机那头急了，人家也是好意。我打断她，好意？那我把周成的体检报告也发群里，让大家关心关心他的精子质量，行不行？电话那头彻底安静了。周成脸涨得通红，你说什么？我说公平，你能发我的，我就能发你的。他一把抢过我手机，要我退群，我比他快，手机已经锁屏了。别急，我已经退了，但截图我留着。我看着他，也对着手机那头的婆婆一字一句：以后我的任何检查结果未经我同意，你不许给任何人看。我拿回手机走进卧室，关门之前回头看了他一眼。还有，你要是再背着我做这种事，下次我不是退群，是把你的转账记录也一起发。门关上了，我坐在床边，打开备忘录，记下今天的日期，然后翻到之前存的所有截图，建了一个新文件夹，命名证据。周成冷了我2天，进出家门跟住酒店似的。第3天晚上，他突然坐到餐桌对面，手里拿着一张打印出来的表格。林婉，坐下，有个事跟你商量。我看了一眼那张纸，表头写着生产方案及费用预估。他把表格推过来，一项项给我讲。顺产费用大概5000到8000，自费3000左右；剖腹产12000到2万，自费7、8千。他在顺产那一栏画了个圈，除非医生说必须剖，否则咱们就顺产，省钱，恢复也快。我盯着那个圈，这是商量还是通知？当然是商量。那如果我选剖呢？没有医学指征，多花那个钱干什么？如果我怕疼呢？他靠回椅背，语气像在跟下属谈预算，不能因为怕疼就增加预算。林婉，咱们得理性，理性。你连我生孩子疼不疼都要管。他不接这个茬，继续往下念：无痛分娩加2000左右，这个可以考虑，但也得看实际情况。什么叫看实际情况？就是到时候再说。我听明白了，到时候再说的意思是，到时候他再找理由省掉。我伸手把那张表格拿过来，从头看到尾，最下面一行写着：以上费用双方各承担50%，特殊情况另议。什么算特殊情况？比如突发状况，需要额外手术什么的。那额外手术的费用呢？那就谁提出来谁承担。我差点笑出声。你的意思是，如果生产时出了意外，需要紧急手术，因为是我的身体出了问题，所以算我提出来的，我全额承担。他被我说愣了，嘴巴张了一下没发出声。我站起来，把那张表格撕了，纸片落在桌上。他看着碎纸，脸色铁青。你干什么？周成，我的身体，我的命，不是你的预算表。婉婉，你怎么又发脾气了？程程也是为了你好，为我好就别替我决定怎么生孩子。然后我看着周成，把最后一句话说得很清楚：从今天起，家里每一顿饭，每一次洗衣，每1分钟照顾，也都不归你白占。我转身回了卧室，身后传来周成拍桌子的声音，和婆婆在电话里连声叫唤。我把门关上，打开手机录音。从他掏出那张表格的时候就开始了。我花了1个晚上做了一张表，不是他那种费用分摊表，是一张家庭服务收费单。做饭每餐40元，洗衣服每次15元，拖地擦桌每次20元，跑腿买菜每次25元，陪诊挂号排队每小时50元，夜间照顾含孕期企业不适每晚80元。我按照家政公司的市场价，每一项都查了，取的中间值，打印了2份。第2天早上，周成还没出门，我把其中1份贴在了冰箱上，正好盖住他之前贴的那张分摊表。他拎着包路过厨房，瞄了一眼，脚步停了，走过去看了3秒，回头看我：林婉，你疯了？我坐在餐桌前喝粥，没抬头。他把纸从冰箱上扯下来：做饭40块，洗衣服15块，
你以为你是钟点工？钟点工还有休息日呢，我全年无休。他把纸揉成一团扔在桌上，你这是在侮辱婚姻。你在医院跟我 AA 产检费的时候，侮辱的是什么？他被噎住了，手指着我，半天说不出话。婆婆来的比预想的快。不知道是周成打了电话，还是他自己有雷达，中午就杀到了。一进门先去看冰箱，我又贴了一份新的上去。婆婆一把撕下来，当着我的面撕成碎片。林婉，你是不是嫁进我们周家就想翻天？做饭洗衣是当老婆的本分，你还想收钱？我从包里拿出手机，打开备忘录，把电子版的收费单发进了家庭群。周成手机叮的一声响了，婆婆手机也响了，两个人同时低头看屏幕。群里安安静静，没人回复，但我知道所有人都看见了。婆婆气得脸都白了，你发群里干什么？让亲戚看笑话？上次你们发我的孕检报告，不也让亲戚看了吗？那叫关心，这个也是让大家关心一下我的劳动价值。周成把手机往沙发上一摔，你到底想怎样？我站起来走到他面前，很简单，你要 AA， 我配合；想公平，我奉陪，但你别只在花我钱的时候讲 AA， 占我便宜的时候讲一家人。他张了张嘴，没说出话。在苏妍家待了一晚上，他没催我回去，也没劝我想开，就是陪我坐着，偶尔递杯热水。周成从8点开始发消息，第一条，你去哪了？第二条，别闹了，回来说。第三条，你一个孕妇在外面过夜像什么话？第四条，林婉你再不回来我可不管了。我一条都没回。苏妍瞄了一眼我的手机屏幕，嗤了一声，不管了，她什么时候管过？吃完饭，苏妍去厨房收碗，我一个人坐在餐桌前，看着手机里那4条消息，一条都没回，把手机扣过去，低头看着自己的肚子，然后毫无征兆的哭了，不是那种有声音的哭，是眼泪直接掉在桌面上，我自己都没反应过来，一滴2滴落在木头桌面上，晕开一小片深色。苏妍端着水果出来看见了，没说话，把纸巾放在我手边，坐到旁边。我哭了大概3分钟，擦了擦脸。我备孕3年，每次去医院她都说忙，终于怀上了。她第一句话是跟我要218块。苏妍没接话，只是把手搭在我胳膊上。我又说了一句，我是不是不该生这个孩子？苏妍握住我的手，没有回答。我自己摇了摇头，不是孩子的问题，是我选错了人。那天晚上我睡在苏妍家的客房里，枕头上是干净的棉布枕套，带着洗衣液的味道。我躺在黑暗里，手放在肚子上，这是怀孕以来我第一次觉得安全。第二天上午11点，我回了家，一开门，味道先冲过来的。厨房水池里堆着昨晚的碗筷，没洗，垃圾桶满了，没人倒。客厅茶几上摊着外卖盒，油渍糊了一片。卧室门开着，床上被子揉成一团。婆婆坐在沙发上，脸色很臭。周成从书房出来，看见我，张嘴第一句话是，你终于知道回来了。我没理他，先去开了窗，然后我拿出手机，把客厅、厨房、垃圾桶、茶几一样一样拍了照。周成皱眉，你拍什么？记录什么？你们一天没有我，家里变成什么样？婆婆从沙发上站起来，手指着我，林婉你别得了便宜还卖乖，就出去一晚上，回来就摆脸色。我把手机收好，看着她，妈，我出去之前家务全是我做的，我不在的这一天，饭没人做，碗没人洗，地没人拖，垃圾没人倒，您和周成2个人连1天都撑不住。婆婆嘴唇哆嗦了一下，没说出话。周成插嘴，那是因为我们忙。你昨晚打了3个小时游戏，外卖盒还在茶几上。她脸红了，我把照片翻出来，一张张给她看。这是厨房，这是客厅，这是垃圾桶。你跟我说说，这些活平时是谁干的？她不说话。既然这些都不算付出，那你们怎么连1天都过不下去？婆婆终于忍不住了，一拍沙发扶手，行了，你有本事你就别回来。我回来不是因为没本事走。我看着她，又看着周成，我回来是想让你们亲眼看看，没有我的免费劳动，你们的日子什么样？客厅安静了大概10秒钟，然后门铃响了。周成去开门，是快递。他拆开一看，是一箱孕妇营养品。他拎进来放在茶几上，看了我一眼，这是我买的，给你补身体。我以为他终于开窍了，然后他掏出手机，把订单截图发给我，一共486，你转我243。我盯着那个数字笑了，不是苦笑，是真的觉得好笑。苏妍说的对，他不是不懂，他是觉得我不敢走。我没转那243块。周成等了1天，第2天早上又把截图发了一遍，还加了一句别忘了。我回了3个字，先不急。他没再追问，大概觉得我迟早会转。那箱营养品我拆开看了，有叶酸 DHA 孕妇钙片，还有2罐蛋白粉，包装倒是挺好看，但我翻了一下成分表，跟超市几十块的差别不大。我把便宜能替代的几样挑出来，剩下的原封不动装回箱子。周成下班回来看见箱子又封好了，愣了一下，你不吃？吃，但只吃我需要的，剩下的你可以退。他皱眉，退什么退？都拆了，外包装没拆的那几样可以退。他不耐烦地把箱子推到一边，行了，那243你到底给不给？转可以，但我有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孩子跟谁姓？他脱口而出，当然跟我姓，这还用问？那就是说这个孩子是周家的孩子。废话。好，那周家的孩子怀孕的费用为什么要我承担1半？他
他愣了，孩子跟你姓，是你周家的后代，你周家传宗接代，我出身体出时间出健康风险，你出什么？出一半的钱。他张了张嘴没接上，我把那几样我留下的营养品拍了照，存进备忘录。这几样我收了，一共87块，我自己买的替代款。你那486的，你自己跟商家沟通退货。他看着我，表情很复杂。林婉，你是不是故意找茬？我在跟你讲你最喜欢的道理，谁受益谁出钱。孩子姓周，受益的是你们周家。他把箱子一脚踢到墙角，进了书房，门摔得很响。婆婆的电话晚上准时来了，这次不是视频，是语音，大概是怕我又截图，但她开着免提。程啊，她到底转没转那个钱？没有，我就说嘛，这种女人你越让她越蹬鼻子上脸，你得硬气点。我坐在卧室里，门没关严，每个字都听得清清楚楚。婆婆又说了一句，实在不行你就跟她说清楚，孩子是2个人的，但姓是跟爸爸的，这是规矩，跟钱没关系。我拿起手机打开录音，他要是拿姓氏说事儿，你就告诉他不跟周家姓的孩子，周家不认。录音存好，我关了灯，躺在床上，手放在肚子上，8周了。我摸着那个还感觉不到的小东西，在黑暗里轻轻说了一句，别怕，妈妈在想办法。周末婆婆说家里有个聚餐，让我们过去。周成一大早就开始催我换衣服，我妈安排的，大姑二婶都来，你别穿太随便。我问什么聚餐，她说就是家常饭，亲戚聚一下。我换了衣服跟她去了，到了婆婆家，一进门就知道不对。客厅里坐了7、8个人，大姑二婶表嫂，还有2个我叫不上名字的远房亲戚。茶几上摆着瓜子花生，电视开着没人看，所有人的眼睛都在看我。婆婆从厨房出来，围裙都没解，笑着把我拉到主座旁边坐下，来，婉婉坐，今天大家都是来看你的。大姑第一个开口，婉婉啊，怀孕了可得注意身体，别太累了。我说谢谢。二婶接上，就是怀孕花钱的地方多，你们小2口可得省着点。我笑了笑没说话。表嫂端着杯子凑过来，压低声音，但所有人都听得见。婉婉，听说你们现在花销都是 AA 的，挺好的，现在年轻人都实行这个。我看了周成一眼，他在旁边剥橘子，表情很自然。婆婆开始上菜了，一边端盘子一边说，婉婉啊，你也别怪程，他就是实在人，什么都摆在明面上，其实 AA 也好，省得以后说不清楚。大姑点头，对，亲兄弟还明算账呢。二婶也帮腔，就是女人也别总想着花男人的钱，自己挣自己花，多硬气。我听明白了，这不是聚餐，这是一场安排好的集体教育。我放下筷子，看着满桌的人，既然大家都觉得 AA 好，那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家 AA 的具体内容。我掏出手机，翻到备忘录，10月12日，孕检费437.5块，我付了218块7毛5。10月13日，产检预约费320，我付了160。10月15日，叶酸钙片奶粉285，我先付，他赚了142.5块。同一天，周成买了一双1299的运动鞋，没有 AA。我一条条念，声音不大，但桌上安静的掉根针都听得见。10月18日，他给妈每月赚3000块，没有 AA。10月20日，他买了486块的营养品给我，让我转他243，但孩子跟他姓。我抬起头看着所有人，这就是我们家的 AA， 花在我身上的一分不少跟我要，花在别处的跟我没关系。大姑的笑僵在脸上，二婶低头喝汤不说话了。表嫂把杯子放下，往后靠了靠。角落里一直没说话的周成堂妹突然开口了，嫂子，我觉得你记得对。全桌的人看向她，我之前怀孕的时候，我老公也这样，什么都要我出，后来我没离，现在孩子3岁了，他连奶粉钱都不想掏。你胡说什么？堂妹不说了，但看了我一眼，那个眼神我记住了，不是同情，是一种过来人才有的东西。婆婆的脸从红变白，筷子攥得咯吱响。林婉，你在干什么？我把手机收回口袋。你不是说亲兄弟明算账吗？那亲戚面前更得算清楚。回家的路上，车里一句话都没有。进了门，周成把车钥匙摔在柜子上，转过身，你再让我妈丢脸，别怪我不客气。我站在玄关看着他，你让我在医院丢脸的时候，可没跟我打过招呼。周成冷了我3天，不说话，不对视，进出家门像2个陌生人。第4天晚上，他突然坐到我旁边，语气平静的反常，林婉，我想跟你谈个事。我放下手里的书，他掏出手机，打开一个记账 app 的页面给我看。我注册了一个家庭共同账户，以后咱们的收支都记在这上面，透明公开。我看了一眼界面，问他什么意思？就是你的工资，我的工资，每个月的花销全部录进去，这样谁都不吃亏。你要看我的工资，不是看，是共同管理。你怀孕以后花钱可能不太理性，提前规划一下。等一下，你说我花钱不理性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是说孕期消费容易冲动。周成，从怀孕到现在，我买过什么冲动消费的东西？你说一样。他想了想，说不出来。他换了个说法，那就当是为了以后做准备。产假期间你没收入，提前规划总没错吧？所以你的意思是，因为我以后要休产假，现在就得把钱交给你管，不是交给我管，是共同。那你的工资明细给我看一下。他顿了一下，我的，对，你刚说透明公开，那你先开始。
她锁了手机屏幕。我的情况你大概知道，大概不行，我要具体数字，工资多少，奖金多少，每个月给你妈赚多少，信用卡欠多少。你那双1299的鞋刷的哪张卡？他脸色变了，你这是审我？你不是要透明吗？那就彻底透明，你先执行。他进了书房，门又摔上了。我坐回沙发，表面上很平静，但我知道他今晚真正想做什么。他不是要共同管理，他是要摸清我有多少钱。我打开手机，看了一眼我的主账户，那张卡周成从来不知道，是我工作第2年开始存的，每个月固定赚一笔进去。婚前我妈跟我说过一句话，女人手里一定要有一笔谁都不知道的钱。我当时觉得妈妈太悲观，现在觉得妈妈太清醒。余额我看了一眼，没截图，记在脑子里。然后我把平时用的那张副卡调出来，余额3000多，够他看的，不够他算计的。第2天我什么都没提，做了早餐，只做自己的份，这已经成了习惯。周成出门前看了我一眼，欲言又止，最终什么都没说就走了。他以为昨晚的事翻篇了，但我没打算翻篇。上午我给苏妍打了个电话，让他帮我查一下高端月嫂的价格。苏妍问我真要请，我说你帮我弄个报价单就行，越详细越好。下午报价单发过来了，金牌月嫂16000，然后我打开微信跟苏妍演了一出戏，这个月嫂不错，16000，我准备定了。苏妍配合得很好，行啊，早点定，好月嫂抢手。我把这段聊天记录的界面留在手机屏幕上，然后把手机放在了餐桌上，屏幕朝上。晚上周成回来换鞋的时候瞄了一眼餐桌，我在厨房假装热牛奶，余光看见他拿起了我的手机，他看了大概10秒钟，然后手机被轻轻放回了原位。他没说话，直接进了书房。但不到5分钟，我听见他打电话的声音，门没关严，他大概以为我在厨房听不见。妈，他要请月嫂16000，16000，他疯了吧？就是说啊，我看了他的聊天记录，已经在付定金了。不行，绝对不行，有我呢，花那个冤枉钱干什么？那您来照顾我，当然来，我伺候月子又不是没经验。行，那您来就来，但您得跟他说清楚，别让他先把钱付了。你放心，我明天就跟他谈。电话挂了，我站在厨房门口，手里端着牛奶，把他们的对话从头听到了尾。我回到卧室，打开录音笔，刚才全程都在录。他们的计划很清楚，不让我请月嫂，婆婆来省钱，但婆婆来的目的从来不是照顾我，是控制我。我把录音存好，给苏妍发了条消息，鱼上钩了。苏妍秒回，下一步呢？等他们先出招。第2天一早，果然婆婆的视频电话来了，不是打给周成的，是直接打给我的。婉婉啊，婉婉啊，听说你要请月嫂。是啊，再看，哎呀，花那个钱干什么？妈来照顾你，比什么月嫂都尽心。我没拒绝，也没答应，只说了一句，那到时候再说吧。婆婆不满意这个回答，追着问了好几遍，我都是同一句话。挂了电话，周成从书房出来，手里拿着一张纸 A4 的，打印的，他递给我，我低头一看，标题：月嫂费用 AA 承诺书，如果我坚持请月嫂，费用由我承担至少50%。最下面有2条签名线，他把笔也递过来了，签一下。我拿着那张承诺书，从头看到尾，每一条都写得很正式，像合同一样，甚至还有违约责任那一栏。我放下纸，看着周成，你的，对，你觉得我会签？你要是不签，那月嫂的事就别提了。婆婆的声音又从她手机里冒出来，她全程在听。婉婉啊，你看程程多有诚意，都白纸黑字写好了，你签了大家都省心。我把笔放在桌上没碰。周成，你要我签字？行，那我也有个东西给你们听。我掏出手机，找到昨晚的录音，按了播放键，周成的声音从手机里传出来，妈，他要请月嫂16000。婆婆的声音紧跟着16000，他疯了吧？就是说啊，我看了他的聊天记录，不行，绝对不行，有我呢。我按了暂停，客厅里安静的能听见冰箱的嗡嗡声。周成的脸从红变白，婆婆在电话那头也没了声。我把手机放回口袋，你偷看我手机，背着我跟你妈商量怎么拦我花钱，然后拿一份承诺书来让我签字。我看着他的眼睛，周成，这不叫 AA， 这叫算计。他嘴唇动了2下，声音发紧，你录音了？你偷看我手机的时候怎么没问我同不同意？他一把拍在桌上，林婉，你是不是早就设好了套？你看我聊天记录的时候，我什么都没拦；你打电话给你妈的时候，我也什么都没拦。我只是把你做的事情原样记下来了。林婉，你这是要干什么？录你老公的音，你还不把这个家当家？妈，是你们先不把我当家人的。周成站在那里，胸口剧烈起伏，拳头攥了又松，松了又攥。他盯着我看了很久，然后从茶几下面抽出一个牛皮纸信封，甩到我面前。你以为就你会留证据？他把信封拆开，抽出几张纸，是我的孕检报告复印件。他翻到其中一页，用手指点着一行数字：你上次孕检孕酮偏低，医生建议密切观察。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我看着那行数字，手指微微发紧。他往前逼了一步，声音压得很低：林婉，你要是继续闹，万一孩子出了问题，这个责任你担得起吗？我抬起头，他的眼睛里没有担心，只有威胁。我盯着他，一字一句地说：周成，你是在拿我的孩子威胁我？他没有否认。客厅里的空气像凝固了一样。婆婆在电话那头喘着粗气，
不知道该说什么。我把那份报告从他手里抽出来，折好，放进自己口袋。这份我收了，你要是还有别的招，尽管使。我拎起包走向卧室，但我告诉你，从今天起，你对我做的每一件事，说的每一句话，我全都留着，将来用不用得上不取决于我，取决于你。门关上了。第二天我去了趟医院，医生翻了我上次的报告，又看了我带过去的那份复印件。医生，我老公说这个指标有问题，让我很担心。这个数值是偏低了一点，但在正常波动范围内，注意休息，定期复查就行。我把医生的话录了音。出了诊室，我在走廊的塑料椅子上坐了一会儿，给周成发了条消息，今天去复查了，医生说一切正常。他秒回，谁让你自己去的？我没理他，又发了第二条，挂号费加检查费一共280，按你的规矩，你转我140。他过了1分钟才回，你自己要去的，凭什么我出？孩子是你的，检查是为了孩子，你出一半天经地义。他没再回。下午到家的时候，婆婆已经坐在客厅里了。她来了，婉婉啊，今天去检查了，结果怎么样？挺好的，医生说正常。那就好，既然正常，你也别总往医院跑了，花钱不说，来回折腾对孩子也不好。妈，产检是必须按时做的，我知道，但也不用太频繁嘛。我当年，妈，我打断她，时代不一样了。婆婆的笑僵了一瞬。周成从书房出来，赶紧过来打圆场。行了，检查正常就好。昨天的事我说中了，我没接他的话。孕酮的事是我不懂，不该拿那个吓你。你不是不懂，你是故意的。他脸色变了一下，但忍住了。婆婆在旁边使劲给他使眼色，意思是别吵。我坐到沙发上，把医生的原话转述了一遍，包括不需要特别干预和正常波动。以后我的孕检结果我自己跟医生确认，你们不需要替我解读，也不需要拿来做文章。周成点了点头，没说话。婆婆的笑容彻底挂不住了，但她忍着没发作。她突然抓住我的手腕，力气不小。婉婉，既然孩子没事，那你是不是也该考虑一下工作的事？我抽回手，什么意思？婆婆看了周成一眼。周成别过头，你现在怀着孕，上班多累啊，不如辞了，安心在家养胎，等孩子生了再说。我盯着她的眼睛，辞职以后谁补我的收入？一家人吗？程程养你。妈，我打断她，上个月程程跟我 AA 产检费的时候，可没说要养我。客厅又安静了。周成在书房待到11点才出来，我已经洗漱完准备睡了。他站在卧室门口，林婉，这样下去不是办法。我没理他，继续擦脸。我承认之前有些话说的不对，但你现在这样，家不像家。我放下毛巾，看着镜子里他的倒影。你什么时候觉得这个家像家了？是你跟我算产检费的时候，还是你妈在亲戚面前教育我的时候？他沉默了几秒。那你到底要我怎么做？我转过身看着他，把你贴在冰箱上的分摊表撕了，把你的月嫂承诺书撕了，把你拍我孕检报告发群的事跟亲戚道歉。道歉？我凭什么？那就没什么好谈的。我关了灯，上床。他站在门口又站了一会儿，最后去了书房。第二天中午，周成破天荒地发来一条消息，今天下班早，我去买菜，晚上我做。我回了个好。晚上他把菜端上桌，表情带着一点不自然的得意。我夹了一口鸡蛋，咸了，青菜没洗干净，咬到了沙子，但我没说。吃了半碗饭。吃完饭，周成把碗筷收进水池里，看着那堆碗没动。我坐在客厅等着。5分钟后他走出来，洗碗机怎么用？你不是住了2年了吗？他脸红了一下，又回去研究了10分钟，终于把洗碗机启动了。那天晚上他没进书房打游戏，我以为他在改，结果隔天他出门前突然就要跟我 AA 菜钱。我忽然觉得很累。行，43.5块，但我做的饭也 AA， 你欠我11.5块。什么？你不是要公平吗？那就彻底公平。你做了1顿饭，菜钱我出一半，但我之前做了几十顿饭，你1分钱没付过，要不要从头算？林婉，你没完了是吧？是你没完。我拎起包出了门，走到电梯口的时候，听见他在身后喊，那待产用品的事也得定了，周末去买 AA。 电梯门关上了。周6一早，周成就开始催我出门，今天去把待产包买了，你列的清单，咱们直接去母婴店。我说行，清单我前1天就列好了，该买什么，大概多少钱，心里有数。到了母婴店，周成推着购物车走在前面，他拿起一个待产包套装，翻到价签468，这个行，基本的都有了。又拿了婴儿衣服3件套129，奶瓶2个89一个，尿不湿1箱168，小毛毯1条79。他一边放一边在手机计算器上按数字，嘴里念念有词，468加129加178加168加79，一共1022，一人511。我跟在后面，什么都没拿。到了收银台，收银员扫完码，一共1022。周成把购物车往我这边推了推，你先付，回头我转你。我没掏钱包。收银员看看他，又看看我，怎么了？你说的是 AA， 那就各付各的一半，你先付你的511。他不耐烦地掏出手机扫了码，付了511。我拿起购物车里的东西，一样样看，待产包留下，婴儿衣服留下，奶瓶留下一个，另一个放回去，尿不湿留下，小毛毯
放回去。收银员愣了，这个不要了，不要了，你干什么？这条毛毯79是你选的，不在我的清单上，你要买你自己付全款。一条毛毯你也计较？你在医院跟我计较218块7毛5的时候，可没觉得小。收银员低下头，假装在整理小票。旁边一对夫妻抱着孩子路过，女的多看了2眼，男的赶紧拉走了。周成的脸涨得通红，你能不能别在外面丢人？你觉得 AA 丢人？那你在医院大厅说的时候怎么不觉得？他咬着牙从口袋里掏出手机，把那条毛毯的钱付了。出了店门，婆婆打来电话，周成接起来就开始抱怨：妈，她在店里当着人面跟我掰扯，一条毛毯都不肯多出。婆婆在那头骂了一通，说我小家子气，丢周家的脸。我在旁边听得清清楚楚。你妈说我丢周家的脸，但我想问一下，在母婴店跟怀孕的老婆 AA 待产包的男人丢的是谁的脸？他没接话。回到家，我把买回来的东西一样样拆开检查，都放进了我整理好的待产箱里。晚上我去洗澡，出来的时候发现周成在客厅打电话，我没刻意去听，但走过的时候听见了一句：那个婴儿床他之前自己看好的，我给退了，反正前3个月用不上。我停下脚步，他挂了电话，看见我站在走廊上，表情有一瞬间的心虚。你退了什么？没什么，我之前在网上看好的那个婴儿床，你退了，那个太贵了，等孩子大点再买也不迟。那是我自己付的定金，定金才200。退了也没多少损失。我盯着他，手指慢慢攥紧。周成，那是我的钱，我的订单，你凭什么替我退？我是你老公，家里的大件采购我当然有权过问。我走到他面前，伸出手，把退款截图给我看。他犹豫了一下，还是给我看了。退款已经到了他绑定的那张卡上，我的定金退到了他的账户。我截了图，这200块明天转给我。他张嘴想说什么，不是商量，是通知。第2天早上，200块到账了。我看了一眼时间，凌晨2点发的，他大概是睡不着。我没有任何表示。起床后，我做了自己的早餐，1碗小米粥，1个水煮蛋。周成出来的时候，看见桌上只有我的那份，已经不像前几天那样发火了。他默默拿了片面包，站在厨房里干嚼。婆婆从客房出来，看见这个场景，脸色很不好看，但也没说什么，气氛比吵架还让人难受。吃完早饭，我回卧室，把门锁上，不是赌气，是我要做一件事。我把这段时间所有的证据整理了一遍，把这些全部备份了2份，一份存云盘，一份发给苏妍。中午我出了卧室，周成坐在客厅沙发上，手里拿着手机，但没在看，发着呆。婆婆在厨房里煮面条，动静很大，锅铲碰得叮当响。我走到卧室门口的鞋柜前，蹲下来，把我的证件、银行卡、医保卡、身份证全部从原来的位置取出来。你干什么？收好我的东西。收到哪？我自己的包里。林婉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拉开随身背包的拉链，把证件一样样放进去。没什么意思，我的东西我自己保管。他走过来，想拿走我手里的医保卡，我侧身避开，拉上拉链。别碰！他的手僵在半空。你是不是想走？我看着他，没有回答。你怀着孩子，你能去哪？这句话你说了很多次了，因为这是事实。我把包背到肩上，事实是你从第1天起就觉得我不敢走，所以你才敢跟我 AA 产检费，才敢替我决定怎么生，才敢退我的婴儿床，才敢偷看我的手机。他退了一步。你觉得我怀着孩子就是你的人质？我没有，你有。我把卧室的门锁换了，从包里拿出新买的锁芯，当着他的面用螺丝刀一点点换上。他站在旁边看着，脸色从白到青。林婉，你疯了？换锁？这是你的家还是你的家？我把旧锁芯放在桌上，新钥匙揣进口袋。这是我的卧室，从今天起，我的证件、我的卡、我的资料都在里面，你别想再碰我的东西。他站在那里，嘴唇哆嗦了一下。婆婆把面条往桌上一顿，汤溅出来洒了一桌。她压低声音凑到周成耳边，但我听得一清二楚。不行就把你工资先转走，省得他拿着钱翻天。我站在走廊里，把这句话听得明明白白。手机在口袋里，录音一直开着。那天晚上我没出卧室，锁是新的，钥匙在我手里。门关上以后，整个世界都安静了，但客厅里不安静。我贴着门，听见婆婆压低声音跟周成说话：你现在每个月工资到手多少？扣完到手1万2左右。那你先把钱转到我卡上，就说公司改了发薪方式，他查不出来。妈，这也太什么？他现在越来越不听话了。你手里没钱，他更翻天。你把经济拿住，他怀着孩子，闹不大的。我把耳朵贴得更近。周成沉默了一会儿，说了句：我再想想。还想什么？你看他今天换锁那个样子，再不管这个家就是他说了算了。行了妈，我知道了。对话结束，我打开手机，录音笔显示已经录了14分钟。我存好备份，发给苏妍。苏妍秒回：你怎么打算？我看着手机屏幕，想了几秒，然后打开通讯录，翻到一个名字，犹豫了2秒，拨了出去。林婉，好久没联系了。张姐，你还在做婚姻案子吗？怎么了？我想咨询一下，孕期可以起诉离婚吗？女方可以，男方不行。你遇到什么事了？我把材料整理好发给你看。挂了电话，我看着手机屏幕上的通话记录，时长1分47秒。然后我打开那个叫证据的文件夹，开始一份份往邮箱里发。第2天我什么都没提，做了早餐，只做自己的份，这已经成了习惯。周成出门前看了我一眼，
欲言又止，最终什么都没说就走了。上午我收到了一条银行短信提醒，您的账户信息已被查询。我愣了一下，打电话给银行客服确认，客服说您的配偶持结婚证和您的身份证复印件，在我行柜台查询了您的账户信息。客服报了卡号，是我平时用的那张副卡，余额3000多的那张。我挂了电话，后背一阵一阵的发凉。我把银行短信截了图，存进文件夹，然后给张姐发了一条消息，又多了一样。张姐回发过来，我发了，她过了10分钟回复，配偶持证查询对方账户，法律上有争议，但作为证据链的一环可以用。有录音5段，截图10几张，消费明细从第一天开始记的。张姐发了一个语音过来，语气比上次认真了很多。林婉，你这个情况如果走诉讼，胜算不小，但我建议你先不要打草惊蛇，把手里的东西攒齐了再动。我知道，还有，你现在怀孕几周了？快11周。孕期女方提起离婚诉讼，法院会受理，但你要想清楚，一旦起诉就没有回头路了。我看着手机屏幕上那条银行短信，我知道。晚上周成回来，表情很正常，甚至还哼了2声歌。他不知道银行会给我发短信提醒，我也没告诉他。吃完饭，他坐在沙发上看手机，我在卧室里把身份证原件从包里拿出来，确认在手上。我把原件放进锁好的抽屉里，钥匙挂在脖子上。凌晨2点，我起来上厕所，路过客厅的时候，看见客房的灯还亮着，门缝里透出光。我停下脚步，婆婆在打电话，声音很轻，不像平时那样尖。我也知道她不容易，怀着孕天天吐，但这是我儿子啊，我不帮他谁帮他？我乃是不心疼他，我就是怕他把程程的钱都花了，以后日子不好过。我站在黑暗里听了一会儿，他的语气跟白天完全不一样。白天那个拍桌子指着我鼻子骂的婆婆，和凌晨2点在电话里叹气的婆婆像是2个人。我听明白了他的逻辑，他不是恨我，他是怕儿子的钱被我花了，怕儿子吃亏，怕这个家不在他的掌控里。我理解他的恐惧，但理解不等于接受。我没出声，回了卧室，轻轻把门关上。周成变了个策略，他不跟我吵了，也不提 AA 了，他开始表演温柔。平静持续了5天，直到第6天晚上，周成坐到餐桌对面，表情很认真。林婉，我想了很久，之前确实是我做的不对。我放下筷子，看着他，产检费不应该 AA， 营养品也不应该让你出一半，你怀孕受罪，我应该多承担，以后孕期的费用我全出，你别操心了。就是嘛，一家人不说2家话。我看着他们母子俩配合默契的样子，心里很平静。还有呢？还有什么？你查我银行账户的事，你怎么说？他的表情僵了一瞬。那是关心你，你拿着结婚证和我的身份证复印件去银行柜台查我的余额，这叫关心。他张了张嘴，没说出来。婆婆的笑也收了。你退我婴儿床，退款到你自己账户的事，你怎么说？他低下头。你把我的孕检报告发到亲戚群里，让一群人讨论我的隐私，你怎么说？你拿我的孕酮数值威胁我，说我要是继续闹孩子出问题我负责，你怎么说？客厅里安静的只剩冰箱的嗡嗡声。我站起来，周成，你现在说的每一句好话都是因为你查了我的卡，看到只有3000多，觉得我走不了。他猛地抬头，你不是在道歉，你是在安抚一个你觉得没有退路的人。他的脸一点点变白。婉婉，程程都认错了，你还想怎样？我看着他，妈，凌晨2点您在电话里说的那些话我都听见了。您说您不是不心疼我，您是怕我把程程的钱花了。他的眼神闪烁了。我理解您的怕，但您的怕不能建立在控制我的基础上。我转向周成，你也是，你的每一次 AA， 每一次算计，每一次替我做决定，都不是因为公平，是因为你怕失控。他坐在椅子上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但你们搞错了一件事，我不是你们需要控制的人，我是这个孩子的妈妈。那你到底想怎样？我想要的东西很简单，但你给不了。我转身走进卧室，锁上门。那天晚上，我把张姐发过来的离婚协议草案从头到尾看了一遍，每一条都看得很仔细。然后我在最后一页的委托人签名处签上了自己的名字。第2天一早，我没告诉周成，自己去了医院。医生按了按我的肚子，做了 B 超，宫缩比上次好一些，但还是要注意。你最近情绪怎么样？还行。医生看了我一眼，没追问。出了诊室，我坐在走廊的塑料椅子上，旁边有个孕妇被老公扶着走过去，男的一手拎着包，一手护着她的腰。我低下头，打开手机，给苏妍发了定位，加一句话，把我之前让你保留的东西都带来。苏妍40分钟后到了，她拎着一个文件袋，里面是这几个月我陆续发给她的所有备份。她在我旁边坐下，先看了我一眼，脸色很差。刚做完检查，医生说宫缩比上次好一些，但还要注意。他没说你要注意身体这种话，直接问他呢，在家，我自己来的。他点了下头，没评价。这时候周成到了，他大概是打了车追过来的，进急诊大厅的时候还在喘。看见苏妍坐在我旁边，脸色变了一些。你叫他来干什么？我没回答，苏妍也没理他。婆婆的电话打进来，周成接了免提。怎么样，孩子没事吧？医生说要注意休息，那就回家休息嘛，在医院花钱。妈，我的事我自己决定。电话那头安静了2秒，婆婆没再说话，挂了。周成在我对面坐下，看了一眼苏妍手里的文件袋，那是什么？我把文件袋打开，一份份拿出来，
摆在旁边的空椅子上，录音文字整理稿5份，截图打印件12张，银行查询短信截图1张，备忘录花校明细按时间排列。周成的脸一点点沉下去。林婉，你一直在录我，你要干什么？告我。周成 AA 不是问题，你既要 AA 花钱又不 AA 出力，既要他生孩子又不让他有决定权，还拿着结婚证去银行查他的账户，拿孕检报告威胁他，这叫双标和逼迫。这是我们家的事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他让我保管这些东西的时候就跟我有关系了。婆婆不知道什么时候也到了，她一进来就看见桌上摆着的那些材料。林婉，你这是要干什么？联合外人欺负我们一家人？花钱的时候我是外人，生孩子的时候我又成一家人了。婆婆被噎住，嘴唇哆嗦了2下。周成站起来，走到护士台旁边，压低声音跟值班护士说了句什么，然后他走回来看着我。林婉，你情绪这么不稳定，我觉得你现在不适合自己做决定。你什么意思？孕妇激素变化大，容易冲动，我只是担心。你担心什么？担心我清醒了你就没法拿捏我了？他的脸抽了一下。帮我叫一下刚才那个医生。5分钟后医生过来了，我请他当面再说一遍我的情况。孕妇目前宫缩有所缓解，但仍需注意，家属要注意，不要给孕妇制造压力和情绪刺激，听见了吗？压力来源就坐在我对面。医生看了看我们几个人的表情，没多说，转身走了。林婉，你在闹大，以后月子谁都别想好过。好啊，那月子就按你最爱的 AA 来，我现在就开始算。从医院回来的路上，我没坐周成的车，苏妍开车送我，没问我接下来怎么办。他了解我，知道我已经想好了。到了家楼下，我没上楼，让苏妍在车里等我。我给周成发了条消息，下来一趟楼下说。3分钟后他下来了，婆婆跟在后面。我站在单元门口，手里拎着从医院带回来的文件袋。周成，我跟你说几件事。他站在2米外，双手插在口袋里，婆婆站在他身后，嘴抿成一条线。第一，从今天起我搬出去住。你说什么？我搬出去住？医生说我需要安静休养，这个家给不了我。你怀着孩子往外跑，像什么话？像一个不想再被你们气到宫缩的孕妇。婆婆的嘴张了张，没说出来。第二，孩子的一切事情由我自己做主，孩子也有我的一半。对，所以你可以出你那一半的钱，但决定权在我这里，因为承受风险的人是我。他不说话了。第三，我要离婚，3个字落在楼道口，回声都没有。你说什么？离婚？你怀着我们周家的孩子，你敢离婚？周成的脸白了一瞬，然后迅速拉下来。林婉，你说气话呢？不是气话。我把文件袋打开，从里面抽出一份纸，这是我让律师拟的离婚协议草案。周成的眼睛猛地睁大，婆婆冲上来要抢，我往后退了一步。苏妍从车里出来，挡在我前面，别碰她。婆婆被拦住了，气得浑身发抖。我把协议递给周成，你可以看，里面写得很清楚，孕期所有费用明细，我的劳动付出折算，财产分割方案，孩子抚养权归属。他接过去翻了2页，手在抖。你疯了？我没疯，我只是终于清醒了。林婉，我不会签的，你可以不签，但我会起诉。他的手停住了，我指了指文件袋，里面的证据够用了。他的脸彻底没了血色。程程，你别听他的，他在吓唬你。妈，我没有吓唬谁，我只是把你们教我的规则用到底了。我转身走向苏妍的车。林婉，我没回头，拉开车门坐进去。苏妍发动了车，婆婆的叫骂声从后视镜里越来越远。车开出小区大门的时候，我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肚子，把手放在上面，轻轻说了一句：走吧，妈妈带你去过正常的日子。